问有多少人知道世界排名第一的餐厅吃的是什么？答案是素菜。不是啊，难道有钱人的尽头就是吃素吗？反正我不是很能理解。但是我也是今天才知道，日本资生堂这么大的品牌，还出了一个自己的餐厅，还拿了米其林1星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素食套餐。妈耶，这一顿下去不止活到150。走进这栋楼，充满了金钱的味道，可能这个就是大牌吧。它的前菜端上来的时候，就会想到人间的青草地真的很需要浇水，造型很有美感。甜菜馅饼吃进嘴里，还能尝到泥土的味道，真的是非常自然的大地的味道。它是这样设计的，还是这坨绿色的青苹果圆底，它是调了味的菜泥？它像芝士土豆泥它里面，但是这种蔬菜做的素食餐厅应该不会有芝士这种东西。这个是迷你版的牛蒡蘑菇饼。现在跟我们上每一道菜的服务员都不一样。对了，经常有人问我在外面是怎么找这些店的，好玩的好吃的，或者像那种隐藏玩法，都可以在官美日本找到。今天我背了环保袋，是在官美上面兑换的。好了，继续刚才的菜。意大利人每天的生活真的很丰富。接下来这个菜要手动交织合成一下，单吃很像菌菇土豆奶油浓汤，咸甜。面包的气孔会把精华都吸进去，甚至有一点像最近很火的那个交织土豆泥。本来我对素食没什么期待，结果还有点好吃，它甚至还带了一点自然的香味。它把土豆泥做成了鸡蛋羹的那个味道。接下来是个非常硬的菜，意大利春卷，它还做了一些插花米其林。它像那个进击的巨人大结局的3粒，它里面的那个馅儿很像没有煮熟的3鲜饺子馅儿，蘑菇木耳马蹄的味道。虽然它里面没有加肉，但是确实有一种肉泥的味道。让我们来看一看意大利人的热菜是什么样子吧。接下来是一碗意大利馄饨，好像不是这么叫的，还是蘑菇汤底的黄色馄饨，像一个金元宝。第一个没尝到味儿，再来一个。它里面是莲藕馅儿，它嚼起来其实吃感也很像肉馅儿，像是东北炸藕盒的素菜版。我们叫它藕盒好了。又来了一个茄盒，但是在意大利叫茄塔，做成小搓红酒酱。它从刚刚的白素贞变成了血腥玛丽。我这个吃法可能不太准确，吃起来真的非常像苹果派，但它是油炸茄子的味道。其实吃到后面有点像川菜里面的糖醋茄龙。这个菜很天妇罗。他刚才揭开盖子的那一瞬间，小脑直接萎缩。这个仿佛是皇帝的早餐，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见菜式吗？它是一个奶酪拼盘，特别是这个蓝纹奶酪，这世界的李伯清，非常的有味道。然后最后一盘主菜非常的有概念，整个这一盘全部是用米做的，它是饭加奶油的那个味道。它就是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白皇后，就特别是这个大米布丁，就是感觉看上去非常的纯净，但实际上是白雪公主。大米果冻、大米冰淇淋、大米慕斯、大米奶油啊！最后的甜品真的非常的震撼，花塔它真的是无从下口。就你跟我说，如果有钱人每天吃这个，我是可以理解的，我是可以接受的，这个还真的挺高级的。它有一种自带名媛光环的感觉。它像什么？就是你参加花展，然后就不小心栽进去了。但是有一说一，这家店真的很适合拍照，不愧是资生堂啊，连橱窗里的甜品都很精致。它的1楼就是外带的各种糕点饼干，3楼的甜品有很多日本的贵妇喜欢打卡，真的是一个美食宝藏大楼。下一次再来分别体验吧。而且推荐指数7.5分，卡维尔。黑毛和牛现在日本已经有160多万头了，它也已经不再是那么贵的东西了。于是我就在居酒屋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妈呀，这个它是一个正在打点滴的牛肉塔子啊！我反复看见了我的太太在向我招手。今天这家店我们是在代代木发现的，这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感的地方。它的街边有很多的居酒屋，每一家都还很便宜，它会有一种千与千寻世界的感觉。就差一个汤婆婆把我接走了。很多日本上班族也会来这家店吃，那肯定没选错。一个小前菜是姜末牛肉，味儿很明显，还有点辣。牛肉比较像卤水牛肉，薄薄的一片配上姜末和葱，下酒菜。然后这个是牛肩肉，它虽然看上去没有高级烤肉店那么好看，但是它的脂肪分布还是比较均匀，所以还是有比较接近大理石的花纹。吃起来是一种非常家常的好吃，不会很惊艳，但是还想再来3片，就是很香，很想泡饭。黑毛和牛的油水都会比较多，看着这个肉从鲜红变成焦褐，然后汁水随着温度慢慢从肉的缝隙里流出，可能这个就是烟火气的温度，治愈。一口下去好像是在吃肉海绵，包不住的肉质和油脂就会流下去。这叫的肉它真的特别嫩。这个菜的造型真的很独特，有点像寿司，有一点像牛肉塔子，一颗硕大的生蛋黄，它的用料是肉眼可见的扎实，就是扎实，吃一个 UK 都要打上点滴了。那个点滴就是他家的秘制酱汁，这个真的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大。第一口进去主要还是感受到蛋液的滑嫩，就像是炸丸子的肉馅生吃的感觉，然后再是下面那个糯米般饭粒的口感，就是一个饭团吃出了10锅拌饭的感觉。它中间的部分还有一些韩国泡菜，这个菜真的挺好吃，但你最好只吃一个。完了之后是牛心，就是内脏的香气会在嘴巴里扩散的特别快，它不是入口即化，但是它有弹性的嚼感。我还是想泡饭，我还想烤牛心，就是要烤到它里面有一点点生软的那个时候最好吃。就我们今天的重头戏，也是他家每天限量的夹葱牛舌，这个造型很像四川的开口饺子，这个牛舌里面加的葱已经快要溢出来了，牛舌也是很厚实，每一面烤4分钟，它里面加的葱还是带着芝麻油的，就是一烤那个芝麻跟葱香就冒出来了，你咬下去的那一瞬间，在里面积累已久的葱香就会喷射出来，这个太好吃了，我的妈呀！有一刻让我想起了葱花饼，完了你把葱味吞下去之后，再就是牛舌的那股肉香。我反复看见了我的太太在向我招手，等我有钱了，我一定要把不吃葱的人都抓起来，给我全世界种葱。
完了，这个是牛的胸口肉，它的脂肪高达99.999%，就是一个烤过的肉味冰淇淋，入口即化，但是全是油。但你要是夹着生菜吃，好像也挺好吃的。薄切的牛肉烤起来像是油润版的牛肉脯，会越嚼越香。腾哥魔肉就是完全均衡的选手，它没有缺点。我就是肥肉大王，柔软的像小熊软糖，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纤维感，就什么都让你蘸完了呗。肥肉还是不要吃太多了，大家。然后最后是一个隐藏菜单，一片比我脸还大的上脑肉。这个肉一般是用来做寿喜烧的，像这样简单烤一下，然后撒上调了味的葱，包起来放在饭上，再放一颗蛋黄，淋上秘制酱汁，一碗简单的烤肉饭就出来了。戳破蛋黄是不是有一种山间小溪的美感？其实没那么夸张了，但是上脑肉加着葱真的很好吃。完了再蛋液拌饭，就是黄金蛋液拌葱花和牛饭。发现这种居酒屋它不像那种高级餐厅，很有烟火气的同时还很有创意，非常好的用餐体验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嘎味儿。寿喜烧最早它起源于17世纪的日本江户时代，所以我们经常能够找到百年老店。在以前，它是只有天皇才能吃的肉。但今天这家店，它的吃法真的太独特了，怪不得它作为新派寿喜烧，还可以连续8年拿米其林1星。又到吃寿喜烧的日子。今天我们来的地方是白金高轮，这个地方它非常的贵，所以很多好的餐厅都会选在这儿开。别的不说，它这个地方的住宅是真的很高级，没有一间我是住得起的。进门啊，すみません。少し早く着いたけど大丈夫です。第一个小菜，很像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最先上的那个菜。今天的活到150，在日本是真的非常的抠门，它松茸都是按一颗一颗来算的。然后一小块柠檬烤贝柱，很像那种肉味的果脯。完了是今天第一个前菜，它是一盘炭烤的牛舌叉烧。牛舌很难用来做叉烧，因为做起来很麻烦，但是它这个还这么厚，你能够清晰的看到那个肉是一缕一丝的感觉。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厚的牛舌叉烧，就是先卤了之后，然后再给你烤，它嚼起来非常非常的软烂，就是你甚至不用牙齿都可以把它压开。其实这样葱加的多反而会更好吃一点，葱丝还有一点微妙的甜味，有一点像港式的叉烧，但是没有那么甜。然后第二盘前菜是烤牛舌，其实这家店真的很好，就它虽然是来吃寿喜烧的，但是会给你上很多烤肉菜，好的牛舌下面还有大酱的血，它其实看上去很像牛舌版的惠灵顿，像果冻一样的质感，嚼起来会挤出里面的脂肪和肉汁，跟牛舌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，一吃一个不吱声。完了才是今天的寿喜烧。我吃了这么多次寿喜烧，我第一次看到寿喜烧有用这种锅的，他家真的很别出心裁。他家是1克2片肉，但是他还拿了一盘松茸过来，煎肉的时候会一起煎，然后裹着它吃。对，就这一片肉加这1根松茸就8000日元，然后他家的肉还特别的厚，所以吃到嘴里的时候会有更明显的紧实的感觉。还有就是它这个打成泡沫的黄金蛋液，奶泡裹着牛肉，会让那个甜味更加的明显。然后最神奇的是，当你的牙咬到最中间的时候，它这个松茸的香味会喷发出来，就整个过程是先是奶泡的香味，然后是和牛的柔嫩，再是松茸的野味儿，每一口都是精心设计的恰到好处。为什么别家就没想到这个做法？然后寿喜烧还有一个特别好吃的就是在于米饭，不光干饭，当你吃第2片肉的时候，还会给你换一碗新的奶泡，然后会在锅里放一些蔬菜，这个时候它会放更清淡的料汁，缓解一下刚才的油腻。然后就是第2片肉，第2片肉其实更像关西的做法，它更加的清淡，甜味也更加的若有若无，清晰的看到和牛上面的奶泡，很想一口吞。但这一片肉真的太大了。吃寿喜烧，可乐或者啤酒是必备的。然后不得不说，寿喜烧里面我最喜欢2个素菜，一是豆腐，二就是魔芋丝。豆腐夹开里面也是花花的，魔芋丝是真的很带汁儿，它已经吸收满了各种牛油和蔬菜的精华。最后再来一份冰沙，解完腻其实真的很满足。之前看有人说2片肉觉得很少，但其实当你来吃过之后，2片肉是真的很顶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它保留传统的同时，也有很多新鲜的做法，主要是调味和肉质都做得很好。阿吉推荐指数9分，卡维尔。